王爷，天官急报！北里10万大军已越过防线，此刻正兵临雁门关城下。王爷，守城将士满打满算不足5000人啊，这城绝对守不住。老奴已命人在后门备好了快马轻车，请王爷立刻换上便装，随老奴从后门突围，再迟就走不脱了。此为民心系统，若民心之达到50万，你将与大晋王朝永久绑定。你若在任务中身死，便可回到现代，系统将补偿你2个亿。10万大军？你确定是10万人来打我这5000人？斥候拼死传回的情报千真万确，整整10万铁骑。太好了，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！王爷，您说什么？太好了！您是不是急火攻心，魔怔了？废什么话，都给我让开！10万大军，这是多完美的送死局！只要我冲上城楼，往外一站，10万支箭射过来，我立刻就能回现代拿到2个亿，谁也别想拦我！你快看，那不是镇北王吗？他往城墙的方向走干什么？以往听到北岭人打老虎的号角，早就钻进王府后院的地窖里哆嗦。估计是被这10万大军的阵仗吓昏了头，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，慌不择路跑错方向了吧？管他呢，他去了也是个累赘。咱们赶紧搬流石，城门要是破了，咱们全得交代在这儿。凌晨，你今天又发什么疯？城外是北岭10万虎狼之师，城墙上是将士们拿命去填浴血搏杀的死地，不是你这纨绔子弟可以随便撒野的后花园。给我滚回你王府的地窖里躲着去，别在这里动摇军心，碍手碍脚！立刻，马上给我滚！10万大军？你刚才亲口说的是10万大军对吧？是10万。你若是吓破了胆，就立刻滚出我的视线！太好了！老子等的就是这10万人！王爷，老奴求您了，你不能再往上走了。城外是10万北岭狼骑呀，咱们守军只有5000人，你上了城楼就是去送死啊！老奴求您了，只要咱们逃回京城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王爷，您这一去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还啊！城楼上太危险了。北岭弓箭手的射程能打150步，您只要站上去，那就是活生生的靶子，瞬间就能被射成刺猬。活靶子，射成刺猬，这简直是天籁之音。你们这群人，真是阻碍我赚2个亿的最大绊脚石。哼，肉包子打狗，我就怕城外那10万条狗，今天咬不死我。让开！好，10万人，随便射几支箭上来，我就能彻底解脱了。2亿现金，我来了！王爷，您别把身子探出去，下面是弓箭手阵列，往后退。王爷，谁再拉我，我就砍了谁！这大晋马上就是我的了。阿古拉，你他妈个缩头乌龟！阿古拉，你他妈个缩头乌龟！带10万人来打我5000人，你他妈觉得自己特别牛是不是？你真有本事你去打京城啊！
堂堂北岭王就会欺负我们这些守边的？你们北岭人就这点出息，就会欺负弱的？我凌晨就站在这儿，看见没有？来，朝这儿射，一箭射死我算你们本事。你要是不敢下令放箭，你就是大金养的孙子。来啊！赵将军，咱们真的不上去把王爷硬拽下来吗？他这是在找死啊！你没听见他刚才说什么吗？拉他就砍头，他自己铁了心要寻死，我怎么管？我管不了了。阿古拉，我听说你爹当年被我爹打得跪在马前求饶，像条狗一样。你今天是来给你爹报仇的，还是来给你爹继续丢人的？来，往我这儿来，往这儿来！这下够狂了吧？北岭前锋，前锋！首领，那城墙上嚷嚷的疯子是谁？是边关文书里说的大晋废物镇北王吗？弓箭手是，把那小子给我射下来！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回家。什么玩意儿？王爷，你中箭了没有？哪儿疼？你说话。没中。你们北岭的弓箭手就这个水平，10几个人射1个人都射不中，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重来，再来一次，我这儿射，这儿，正中，来！北岭前锋，往这儿射！首领，那小子就是个疯子，他以为自己刀枪不入还是怎么的？我们直接冲上去，5000守军挡不住我们的。不对，你们是吃干饭的吗？太不对了！汉人的镇北王，不要跟他打，他会让你以为你赢了，然后你就输了。老镇北王就是这么打仗的。30年前，我父亲带着7万大军攻打雁门关，也是这么一个探出身生马阵，也是城门紧闭，守军不动，然后伏兵从2侧山崖上杀出来，我父亲损失了3万人才逃出来。你说什么？这不是疯子，一个疯子背后不会有5000个站着一动不动的人，这是诱敌。传令，全军撤退！10万人就因为他一个人撤，我们走了这么远的路，箭都已经搭上了。你想让30年前的事再演一遍吗？你想让我带着10万人进去，然后只有7万人出来吗？撤！王爷威武！王爷威武！国将从军16年，16年啊！一个人骂退了10万大军，10万啊，王爷！传出去，整个大晋的人都会把您的名字供在祠堂里啊！王爷，您不是人，你是神仙下凡啊！末将这辈子就跟您了。他们为什么退了？王爷，您把他们吓破了胆啊！我让他们杀我，我张开了手臂，10几支箭一针都没射中我，他们为什么退？王爷，您是英雄，我不要当英雄，我民心大幅上涨，当前民心值12万，解锁能力刀枪不入。刀枪
刀枪不入。刚才那10几支箭可能是风太大吹偏了，或者是弓箭手转头太长，不代表我刀砍自己也不会有事。不可能，连汗毛都没断半，绝对不可能！不疼。凳子砸不死，撞墙撞不死，那我还怎么回去？王爷，您没事吧？滚！若民心值达到50万，你将与大晋王朝永久绑定。王爷，京城来圣旨了。皇帝，我自己弄不死自己，皇帝总有办法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三皇子萧景渊谋逆作乱，据守京城，命镇北王林晨即刻率雁门关所部火速进京平叛，不得有误。钦此。王爷，军情紧急，请即刻接旨吧。不去。您说什么？我说不去。王爷，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？抗旨不遵，株连九族，满门抄斩。我知道，我说了不去。王爷，您疯了！这不是闹着玩的，抗旨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咱们王府上上下下几百号人都要掉脑袋。怕什么？天塌下来我顶着。王爷，老臣追随老王爷40年，从没见过谁敢抗旨。您今天是打算把老王爷一辈子的心血全断送在一句话上吗？圣旨我听见了，我的答复就是不去。送客。光抗旨不可，万一皇帝觉得我只是胆小怕死，不敢进京平叛，那他最多下旨申斥，不会真杀我。我得给他加码。管家，皇府地下银库里还有多少存银？回王爷，老王爷攒下的底子大概还有108万两白银。好，明天开始全部取出来，全部用于扩军。王爷私自扩军，动用库银，这是要坐实谋反的罪名啊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我就是要让他知道。王爷，您是真的要反？哪那么多废话？这是军令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个连扁担都扛不动，那个穿上铠甲，怕是自己先被压趴下。这一批招进来能打仗？王爷说了，有多少算多少，是个人就要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从军40多年，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，拿着老王爷攒了一辈子的银子，去干老王爷最不愿意看到的事。周将军，您说实话，王爷是真要反吗？如果要反，他不应该骂退北陵，留着北陵牵制朝廷，才有反的空间。如果他真要反，他应该趁三皇子拖住皇帝的时候带兵南下，直取京城。但是他没有，所以呢，看不懂。招兵买马，动用库银，抗旨不遵，这些加起来够定个谋反罪了吧？皇帝该派人来剿我了吧？那个大叔，大叔，你这腿不行，行军打仗你跑都跑不动。我能做饭，我能喂马，我不要军饷，给口饭吃就行。家里老娘饿得下不了床了。是。多谢军爷，多谢军爷。他娘饿得下不了床，所以他来当兵换口饭吃。如果我谋反失败，皇帝大军杀到，这些人都会死。
陛下，奴才带着圣旨星夜兼程赶到雁门关，当面向镇北王宣读了圣旨。镇北王他说什么？他说不去，当着满庭将领的面斩钉截铁，丝毫没有回旋余地。陛下，镇北王公然抗旨，这已经是猫逆行径，请陛下立刻下旨，号召天下兵马讨伐林臣。臣附议，5000守军的边关守将胆敢违抗皇命，若不严铲，天下藩王人人效仿，大晋国将不国。陛下，臣还听说凌晨私自打开王府金库，动用大规模招兵买马，他这是要趁三皇子叛乱之际，趁机自立为王啊！启禀陛下，边关最新军情，镇北王在雁门关大肆招兵，已招募新兵过万人，正在打造兵器、囤积粮草，声势浩大。陛下您听，证据确凿，林臣这明摆着是要反。他招的兵往哪里走了？回陛下，所有新兵全数驻扎在雁门关，镇北王没有往南调动一兵一卒，反而加固了北面城墙，增设了6座烽火台。你们都说他要反，朕来问问你们：三皇子在京城造反，控制了半个京畿，北林10万大军在边境虎视眈眈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林臣接到圣旨，抗旨不遵，打开库营扩军。结果呢？他扩完军不往京城打，反而去加固北面城墙。他在替朕守国门，你们再让朕杀他，杀完他之后，谁去守雁门关？啊！丞相，你去还是你？兵部尚书还是你们谁愿意去？你旨加封林臣为镇北大将军，赐丹书铁券，免9次死罪。告诉天下人，大晋亏待过谁，也不会亏待替他守国门的人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林臣独守雁门，以一人之身骂退北领10万大军，扬我大晋国威，功盖当世。着即加封为镇北大将军，总领雁门关一切军政事宜，另赐丹书铁券1幅，除谋逆大罪外，免9次死罪。钦此。王爷，请接旨吧。皇上说了，您是他最看重的边关柱石，皇上对您寄予厚望。末将就知道，皇上是英明的，皇上不会委屈功臣。民心大幅上涨，当前民心值20万，解锁能力百毒不侵。王爷，您不高兴吗？丹书铁券，除了谋逆大罪，能免9次死罪，皇上自己都不能轻易杀您了。高兴，高兴得很。百毒不侵，挠枪不入。现在又来个免死金牌！老天爷，你是不弄死我不罢休是吧？常规死法全毒死了，冷兵器不行，毒也不行，皇帝也不能杀我，没有安眠药，没有煤气，还剩什么？火烧、水淹，从悬崖上跳下去。等等，火药，足够大的爆炸，冲击波应该能撕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。系统再强，也没法把碎成几百块的人复活吧？试试，反正现在也死不了，试错了顶多疼一下，试对了就能回家了。配比到底对不对？这里的硝石不纯，含杂质太多，硫磺也是矿里直接挖出来的，和现代的工业硫磺不是一个东西。木炭倒是没多大区别，问题就出在前2样上。硝石75%，硫磺10%，不对，上次炸的威力太小，硝石提到78试试。王爷，您在屋里待了1整天了，末将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。没什么，我在练字。练字？可是末将闻到的是硫磺的味道，而且刚才什么东西炸了一声。说了没事，走你的。
没人的地方试试。威力和安全性都不知道，不能在屋里扎。5、4、3、2、1。比上次强，坑大了点，碎片飞得更远，但冲击力还是太分散。这种程度的爆炸伤不到一个护体极强的人，得增加威力，要么提高消失纯度，要么改变容器，用铁罐代替陶罐，增加密闭度，让爆炸力更集中。铁甲太厚，锅太大。去厨房看看。王爷，您到底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没干什么，地都炸出坑了，还说没干什么？王爷这些天古古怪怪的，练字练到后院炸坑，不行，得盯着点儿，别出什么事儿。赵将军，京城又来800里加急了。赵将军，陛下第2道急诏，三皇子叛军已攻克洛阳，京畿外围失守，京城危在旦夕，陛下急令镇北王火速进京。王爷，第2道圣旨，京城快撑不住了。走官道去京城，大军开拔最快需要几天？最少12天。若要避开三皇子设伏的险要路段，还得再加3天。不走官道，全军走这里。黑风岭，凌晨，你疯了！黑风岭那是人走的路吗？两侧是深不见底的毒瘴悬崖，常年盘踞着悍匪和毒蛇。你带1万大军进去，这是行军还是去排队送死？我绝不同意这道军令。苏万晴，你听清楚，我是大军主将，发号施令是我的事，你留守雁门关。如果我折在黑风岭，这雁门关的主事人就是你。王爷，你是不是疯病又犯了？那里是黄泉路，1万多兄弟的命啊，你要拿去填悬崖吗？我很清醒，全军拔营，改到黑风岭，执行军令，违令者斩。无言是了，别大喘气。这深渊里飘上来的白雾是瘴气，吸一大口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当年我爹一队人进去，40个只活着出来9个，都给我把嘴闭紧。王爷，咱们只进来了1/3，现在退出去还来得及。再往前走，路窄的连马都掉不了头，就真的没命了。末将求您退兵吧。继续走，我走最前面。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！是落山峰，这片深山里最毒的蛇，毒液已经顺着血脉往心脏走了，没救了。给我娘说好的救手买块新布。拿烈酒来，把你们的匕首给我，快！用现代的急救方法，或许有救。
王爷，您竟会这般医术！王爷再生之恩，黑风岭，我们兄弟跟你走到底！至死追随王爷！至死追随王爷！至死追随王爷！你们不要跪啊！明星上涨，当前明星值23万。王爷，您一天没喝水了。前面地形怎么样？斥候刚回来，往前再走半天的脚程，有一片三面环山的窄谷，两侧是直上直下的断崖，谷底是条干了的河床，河床上全是碎石。多大？谷底最宽的地方能并排站10来个人，最窄的地方2个人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去。斥候说那地方鸟都不露，太偏了，连野兽踩的脚印都没有。三面环山，远离大路。爆炸的冲击波会被山体挡回来，不会伤到外面的人。就是这里。明天我带一小队人先去探路，大军原地休整1天。王爷，探路让斥候去就行，斥候干的就是这个活。您是全军主帅，万一出点什么差错，我说了，我亲自去。那末将跟您去，带50个亲兵，全挑老兵。不用，10几个人够了。人多走得慢，那就10几个牵兵，但有一条，末将必须跟着，这是底线。点了人，明早出发。现在去睡。末将领命。王爷，王妃临走的时候交代过末将，王爷要是少1根头发，我拿你试问。是，末将答应了。明天找好地方，支开赵虎和牵兵。点燃引线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就是这里，地面碎石够多，冲击扩散后不会波及旁人，三面石壁能把冲击力收拢在谷内。你们在这儿等我，前面有个拐角，我过去看看。一个人去。不行，王爷一个人。山贼，保护王爷！山贼来得刚刚好，我的死期终于来了。国主！哟，细皮嫩肉的，带这么几个人走黑风岭，胆子不小啊！把身上值钱的物件留下，大爷我大发慈悲，留你们个全尸。王爷，一会儿末将带兄弟们往左侧死磕，撕开一条口子，您趁机往后退，千万别回头。王爷，您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让开！来，炸给我看看！王爷，危险！这冲击波把我撕碎，回家拿2个亿。又没死，没有伤口，没有血，没有疼痛，连一点烧伤的痕迹都没有。神仙饶命！神仙饶命啊！赵将军，赵将军不见了！快点，快！快先走！赵虎，你撑着，我把石头推开，我救你，我能救你！王爷，没事就好。
王爷，这些山贼怎么处置？神仙老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饶我们一条狗命。把这些降兵编进队伍，身强力壮能打仗的，整编入伍；不想当兵的，发路费回家种地。有谁再在黑风岭劫道害人，砍了！谢谢神仙老爷，谢谢神仙老爷。他想保护我，从一开始他就想保护我。从雁门关城楼上他拉着我的胳膊不让我弹出身子开始，到后来无论我说要干什么荒唐事他都跟着，最后他死在黑风岭，死的时候说王爷没事就好。回去。王爷，这是赵将军生前喝剩下的半壶酒。兄弟们说，赵将军走得壮烈，这酒让您带他喝了。他为什么要替我死？我刀枪不入，我根本不需要他去挡那块石头。他凭什么自作主张死在我面前？因为赵将军临走前跟兄弟们交代过，他说王爷活着，咱们大晋的边关才有希望，比我们所有人的命都金贵。好，我既然死不了，就绝不会再让你们白死。王爷，全军已经收拾完毕，随时可以拔营。报！雁门关大本营急报，10万火急！北林趁王爷主力离开，再次南进。王妃苏婉清率留守部队出城引战。报！京城急召！边关事起，朕已与三皇子达成休战，正调派援军奔赴雁门关，请速回防，不必进京。全军拔营，不进京了，回雁门关。王爷，黑风岭的路走了一半了，前面再走就是官道，原路退回去，走最快的路，拔营。末将参见王爷。王妃呢？王妃，3天前，王妃带了500精锐，趁夜出城。她绕到北岭大军后方去招粮草。从那天起到现在已经3天3夜没有消息。末将派了3拨斥候去找，3拨人全都没有带回来任何消息。他是为了给我争取时间才出城的。他只有500人，北岭那边是10万。北岭分了3路围城，主力在正北，领兵的是阿古拉本人，兵力至少5万。左翼在西北方向占了丘陵地带的高处，切断了我们往西的退路；右翼在东北，控制着通往内地的官道。3路之间护城凿角之势，一呼百应。王爷，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北岭攻城，是王妃生死不明，军心不稳。士兵们嘴上不说，但末将看得出来，训练的时候都心不在焉。能不能再派人扩大搜索范围？派，把所有还能动的斥候全派出去，往北岭后方的每一条山路都搜一遍。王爷，北岭后方是他们的粮道和巡逻范围，莫作带人摸过去，风险不小。但如果王妃真的是绕到敌后去了，最有可能的位置就是那一带。王爷，王帝和3皇子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了，探子报援军最晚明天傍晚能到，到时候我们兵力会合，或许可以主动出击。等到援军到了，不用等我的命令，直接出城打。前锋我来带，用火药开路。王爷，火药的威力末将见识过，黑风岭的爆炸声整个雁门关都听到了，但您亲自冲前锋会不会太冒险？我刀枪不入，没什么冒险。散会。
王爷，东面山道上发现了一支队伍，正往我方靠拢。看一不着是大境的人，但队伍规模不像王妃们的500骑，太少了。有人在点火把召集队伍，如果是北岭的人，不会在大境境内点火把暴露位置，是大境的人。看披风模样是禁军的人，不是咱们雁门关的。末将陈英，禁军左骁骑营副统领，奉陛下之命，率2000骑兵先行驰援雁门关，后续主力由刘老将军统领，最迟明晚到达。起来说话。末将来的路上遇到了王爷手下的斥候，听说了王妃失踪的事。末将手下骑兵擅长山地穿插搜索，如果王爷同意，末将可以分出1半人马，分成3路，往北岭后方的山路逐条搜索。你的人赶了这么远的路，马都跑瘦了，不休整？换马不换人，休息，等仗打完再说。拿地形图来。这一片丘陵地，这一条干涸的河谷，还有这个山口，3路同时推，每路之间相隔不超过半个时辰的脚程。任何一路发现踪迹，立刻用烟火信号通知另外2路合围，3天之内能把北岭后方翻一遍。你一路过来有没有碰到从北岭后方逃回来的？碰到3个，2个是逃难的老百姓，1个是受伤掉队的雁门关老兵。末将都问过了，没人见到王妃。但是那个老兵说了一件事，3天前他在北岭后方山里养伤的时候，晚上看到远处有火光，不是萤火，是某样东西烧起来了，火光很大，持续了至少1个时辰。什么方向？西北方向，北岭粮草营的位置。让你的人今晚休整，明天一早出发搜。王爷，你已经2天没合眼了。末将刘崇奉陛下之命，率步骑2万援军，今日4时全军抵达雁门关。从此刻起，这2万人归镇北大将军节制。陛下还有口谕，雁门关一切战守事宜，王爷可自行决断，不必事事请示京城。陛下说了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兵力够了，部署。明日寅时过半出发。左路陈副统领长率骑兵3000，从西北丘陵地带迂回，绕到北岭左翼背后。中路王爷带主力1万，右路刘老将军带步兵5000，镇守通往官道的隘口，防止北岭右翼往东逃窜。左路要走多少里山地？至少40里。山路窄，骑兵只能单列通过，预计需要1个半时辰才能到达指定位置。1个半时辰够用。末将还有一个请求，每人多带1壶火箭，到了位置先烧他们的营帐。火光一起，3面同时压上去，北岭的指挥就乱了。末将守隘口没问题，但有个条件，隘口地势险要不假，一旦北岭大部往那边溃退，末将的5000人只能挡一阵，中路必须尽快解决北岭主营，然后分兵支援右路。中路前锋我来带，火药我已经配好了，前锋配火药罐开路，北岭军营一破，左右2路同时收营。王爷，末将这把年纪见过不少带兵的。亲自冲先锋的主帅，末将见过的不多。末将想冒昧问您一句，您是想打赢这场仗，还是想死在这场仗里？打赢，那就好。王爷，这就是黑风岭用过的那种火药。陶罐比之前的厚一层，配比也改了。末将听说了黑风岭的事，1个爆炸全降了，光听人转述就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个东西以后会用在别的地方，但不是现在。各就各位，出发！驾！
首领，那个人就是上次在雁门关城楼上骂朕的镇北王，一模一样的人。他手里那个会炸的东西，我们的兄弟根本挡不住，盾牌挡不住，铠甲也挡不住。撤，传令全军后撤30里，挂白旗，派人去请求议和。首领，正面撤兵追兵会咬住我们不放，而且北陵从来没有在战场上主动求和，那就从现在开始，快去！王爷，北岭派了使者过来，带了议和书，人在城门口等着。先把人找到再说议和的事。大境镇北大将军在上，北岭王阿古拉遣在下前来，请求双方停战议和，条件可以坐下来谈。议和？你们的军队还在我大境的国土上驻扎，你们的铁蹄踩了我雁门关百姓的庄稼，你们趁虚偷袭雁门关的时候怎么不来议和？现在打输了就议和？王爷息怒，阿古拉首领的意思是双方先停战，王妃的下落我们也可以帮忙找。我妻子我自己找。现在，滚回你的营地去！王爷，末将说一句，我们的士兵确实已经很累了，连续攻了这么久，体力快到极限了。骑兵的马力已经到极限了，再追下去马会跑死，死一匹马比死一个兵还难补充。步兵的箭矢消耗过半，补充至少需要几天。末将赞成先谈。王爷，末将这把年纪，说句倚老卖老的话，战场上拿到谈判的机会不要轻易丢掉，先谈，谈不拢再打，到时候咱们的兵也休息够了，主动权在我们手里握着，急的是他们，不是我们。王爷，我们的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北岭愿意撤退到战前边界线，但贵国必须割让边境3座城池，赔偿白银100万两，作为北岭此次出兵的军费补偿。第一，1尺地都不会给；第二，1两银子都不会赔；第三，你们是来求和的，不是来打劫的。把这3个字想清楚再开口。既然王爷态度如此坚决，北岭愿意放弃割地赔款的要求，但条件改为大境每年向草原提供粮食10万担、食盐5000斤、铁器3000件，这是维持边境长久和平的必要保障。王爷，在下不跟您谈条款了，在下想跟您说几句实话。草原今年遭了百灾，去年冬天提前了1个月，大雪封了草原整整4个月。牧民们早上打开毡帐，积雪比人还高。牲畜没有草药，冻死了60%。开春之后，冻死的牲畜尸体化了冰，开始腐烂，整条河谷都是臭的。部落里的老人和小孩饿得啃树皮，啃得嘴里全是血。我们不是不知道南下打仗会死人，但不打，我们的人饿死；打，我们的人战死，怎么都是死。所以阿古拉首领才带兵南下，不是为了抢地，就是为了让部落里的人能活过今年冬天。那不是也不是吗？不是吗？别说这样，粮草我已经烧了。北陵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你回来了？你没事吧？去哪儿了？我找了好几批人。你也太紧了。
走走走，都出去，让王爷和王妃单独说会儿话。从头说，你出城之后去了哪儿？500人怎么绕到敌后的？你带主力走之后第3天，北岭就围上来了。城里守军不到3000，正面扛不住。北岭的探子天在山头看我们城里的动静，我知道他们在算我还有多少兵，所以我带500人趁夜从东面山道摸黑出去。那条路不是正路，是采药人走的野道。北岭的探子不看那边。出城之后绕了2天的山路才摸到北岭后方，粮草库扎在一个山谷里，四面围了木栅栏，守军至少3000人。定打不动，我带工程机械也没用。所以你就等了？等了3天，等风，等到第3天后半夜，西北风起来了，风大的人站都站不稳。我带人从下风处摸过去，用火油泼在粮草囤积的木架子上，点了火之后，风把火往上面卷，整片山谷全亮了。守军被火势冲到对面山坡上去，等他们绕过山来追我们，我已经带着人往相反方向撤了。烧完之后，北林搜山的队伍把南面和东面的路全堵了，我带着人往北绕了一个大圈，翻了2座山，才绕回雁门关方向。确认援军已经到了大营，才敢往城门这边走。500人带出去，带回来多少？428人，72个留在山上。428个，够了。谈判怎么样了？僵了，他们开口要割地赔款。现在你回来了，僵不了了。王妃，在下斗胆请教，北岭囤积的粮草被您烧到什么程度？烧到只剩灰，山谷里现在还有焦味，你可以派人回去看看。王爷，在下之前说草原遭了白灾，牲畜冻死大半，这是实话。现在粮草被烧，北岭大军已经没有任何筹码了。在下现在代表的不再是战胜方，也不是战败方，是草原上好几万个等不到冬天就要饿死的人，来求您，求王爷给草原一条活路。护市，在边境指定地点开设护市，大境用合理的价格卖给你们粮食、盐巴、铁器和布匹，你们用草原的马匹和皮毛来交换，价格双方共同商定。护市的时间和地点由双方派人共同管理，公平交易，不是恩赐。帮你们度过灾年不是为了施舍，是为了我的边关百姓不用再听到北岭的马蹄声。王爷，您说的是用买卖代替战争？对。这条护市的条款、具体的价格、数量、地点、管理方式，王爷您说了算。在下代表北岭，无条件接受。王爷胸怀草原铭记，护市若成，北岭与大境永为兄弟之邦。回去吧，告诉阿古拉，我等他来谈护市的细则。护市的事，北岭真的会遵守吗？白灾是真的，牲畜冻死60%也是真的，人饿极了什么都干得出来，让他们有饭吃，比让他们拿刀划算。王爷、王妃，怎么了？北岭合约一定，京城那边的休战协议立刻就破裂了。三皇子萧景渊所部于昨日巳时重新向京畿外围移动，陛下已调禁军3营布防，两边都在重新调动兵力，仗又要打起来了。皇帝和三皇子，谁先派人来？两边都已经派了，但末将是陛下派来的人。你怎么看？末将是军人，只认军令，陛下让末将来，末将就来。但末将跟王爷打过仗，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，末将不会替您做决定，只会把两边的情况如实告诉你，包括陛下那边的，也包括三皇子那边的。如果末将探听到的话，臣服统领，你是个聪明人。末将只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回议事厅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陛下知道王爷在雁门关抗旨扩军，但他判断您是为了守国门，不是真要反，所以他不追究，还给了丹书铁卷。
那三皇子呢？他也这么想。三皇子认为王爷是看准了陛下与他对峙，想趁机做大，待价而沽。他开出的价码只会比陛下更高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成了香饽饽，两边都要拉拢。是砧板上的肉，两边都要砍，但都怕先把刀挥向我们，逼我们倒向对面。陛下让你带来什么话？三皇子那边又可能开什么价？陛下让末将转达的原话是：朕知道你不想掺和皇家的事，但三皇子一旦得势，第一个要收拾的就是你镇北王，因为他不会容忍一个知道他曾向藩王低头的皇帝，也不会容忍一个曾拥有选择权的边将。陈英说的有道理，三皇子连自己的皇族宗亲都下手清洗，绝不会容得下一个拥兵自重的边将。陛下至少还讲些道理。三皇子那边末将尚未接触，但依末将对萧景渊此人的了解，他能开出的价无非是并肩王裂土封疆世袭罔替，都是空中楼阁。他若真赢了，这些许诺能不能兑现，得看他心情。那咱们到底选哪边？你觉得呢？选陛下是正统，相对稳妥；选三皇子是赌博，赢了或许权倾天下，输了万劫不复。陛下不急，让我想清楚了再答复。这话也是原话。是，陛下说他等得起，但三皇子未必。选哪边？我以前只想选死，现在死不了，就得选怎么活。赵虎死了，万青差点回不来，我不能再让他们因为我选错路陷入险境。陈英，末将在。替我回信给陛下，就说凌晨需要时间看清局势，在看清之前，雁门关的兵一族不会南下，也劳烦你留意着三皇子那边的动静，他派人来了，告诉我一声。末将领命。不管你选哪边，我都跟着你。我知道，但我怕选错。陈英是陛下的人，他带来的话至少可信一半。陛下派他来，既是示好，也是试探，看你会不会杀了他，像三皇子那头名状。陈英有战功，在军中有威望，我若杀了他，寒的是天下将士的心；不杀他，就等于接了陛下的橄榄枝。三皇子那边也一定会派人来，而且开价会更高。听听他说什么，再做决定。剑可以，但无论他说的天花乱坠，你都要记住一点：三皇子是个为了皇位连血脉亲族都能清洗的人。这样的人若当了皇帝，天下不会安宁。你、我、雁门关的将士都不会有好下场。天下安宁，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词，我只想我的天下回家。现在回不去了，我的天下好像就变成了这雁门关，变成了眼前这些人。万青，如果我选错了，连累了你，连累了这雁门关。没有如果，你选的就是我要走的。赵虎用命换你活着，不是让你瞻前顾后的，是让你带着我们走一条活路。好，走活路。王爷，赵将军的抚恤发下去了，他老娘没要，说儿子跟着王爷是光荣，这钱留给更需要的人。王爷，咱们这些当兵的，不懂朝堂里那些弯弯绕绕，就知道跟着您有仗打能打赢，死了家里有人管，这就够了。您别太为难自己。王爷，三皇子的人到了。进来。在下柳文渊，奉三皇子殿下之命，特来拜会镇北王。坐。王爷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殿下对王爷在雁门关的壮举甚是钦佩。此等大才屈居边关，
实在可惜。三皇子有何指教？殿下愿与王爷共谋大业，事成之后，殿下愿与王爷共享天下。怎么个共享法？殿下可许王爷并肩王之尊，北境6州永为封地，世袭罔替，朝廷永不派出一兵一卒，赋税皆归王爷所有。王爷在封地内可自治官吏，自练兵马，形同国中之国。三皇子倒是大方。殿下惜才，更知道王爷是聪明。陛下年老多疑，刻薄寡恩。王爷今日助他，来日鸟尽弓藏，免死金牌，未必保得住性命。而殿下年轻有为，锐意进取。陛下与殿下胜负尚未可知，王爷手握重兵坐镇北境，此刻倾向何方，便足以决定天下归属。此乃不世之功，殿下岂会亏待？说完了。柳先生，请回吧。王爷，回去告诉三皇子，他开的条件很好，但他杀的人太多了。我林晨不和手上沾了无辜之人鲜血的人合作。王爷，您可要想清楚后果。陛下那边能给您的不过是些虚名安抚，殿下给的可是实实在在的国土与权柄。我想得很清楚。送客。柳先生，请。你把他得罪狠了。得罪就得罪吧，与虎谋皮不如与狼对峙。至少陛下这头狼，暂时还要靠我守北门。末将这就给陛下传信。站稳了，手里拿的是刀，不是烧火棍。想象你面前是北林狗，砍下去！这些降兵规矩差了些，但有一股狠劲儿，用好了是把刀，就怕这刀反过来伤了自己。所以要把刀柄攥在自己手里，告诉下面的将领，对这些降兵一视同仁，但有异动者斩立决。同时，从老兵里挑些可靠的，和他们同吃同住。报，王爷，京城急报。朕知卿守边不易，三皇子之事，朕心甚忧。若卿愿进京一晤，朕可当面与卿言明，事后卿可自归雁门，朕绝不强留。末将跟了陛下多年，从未见他对哪位将领写过这样的信。陛下是真的急了。整军3日后拔营进京。王爷，您决定了？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告诉将士们，我们不是去打仗，是去稳住局面，让该结束的早点结束。老赵，我要进京了。以前我总想死，你拦着我。现在我不想死了，你得保佑我活着回来。雁门关我交给可靠的人了，你娘那边婉晴会时常照看，你在那边好好的。夜里风大，明天我去看看赵虎埋骨的地方。我陪你去。老赵，咱们的仗暂时打完了，北岭退了，布市要开了，边关的百姓或许能过几年安生日子。赵虎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今日也会欣慰的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如果那天在黑风岭，我没带那个火药，或者我没冲出去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死？没有如果。赵虎是军人，马革裹尸是他的归宿，他为保护主将而死，死得其所。你不要用你的如果辜负了他的值得。赵虎，你的命我背着了，连同这雁门关，这大清天下，我一起背着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
娃，拿着，路上吃，跟着王爷好好干。哎，谢谢大娘。明星上涨，当前明星值26万。他们把活下去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，我不能再死了，至少不能死在他们面前。传令，出发。报王爷，前方50里一切正常，未见三皇子叛军踪迹。再探，重点留意两侧山林有无伏兵。是。王爷，照这个速度，再有8天便可抵达京城近郊。陛下那边有什么新消息吗？陛下已下旨，命京畿各关卡对王爷大军放行，但要求王爷在城外30里处扎营，只带亲兵入京。这是防着我们呢，怕王爷带兵进城控制攻城。理解，换我是陛下也会这么做。王爷，京城情况复杂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您进城后万事小心。我知道，有你在，我放心些。还是让你讲的小声点啊！在想什么？在想京城现在是什么样子，陛下和三皇子到底僵持到什么地步？我们这进去是破局的刀，还是火上浇的油？是刀是油，得看握刀的人怎么用。陛下让你进城，是希望借你的事震慑三皇子，逼他要么彻底投降，要么狗急跳墙。婉晴，你怕吗？怕什么？怕陛下，还是怕三皇子？都怕，也怕我做不好，护不住你，护不住跟着我的这些人。林晨，你记住，从你决定不再求死，决定承担起这一切开始，你就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你有我，有赵虎在天上看着，有雁门关的将士，有边关的百姓。我们信你，你也得信你自己。我信。王爷，陛下口谕，请您明日辰时只带20名亲兵从西侧门入宫。知道了。王爷，只带20人，万一宫里有变。是啊，王爷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您是三军主帅，不可轻易涉险。陛下真要动我，我带2000人进去也没用。既然来了，就按陛下的规矩办。刘老将军，末将在。大军交给你，没有我的亲笔手令，任何人不得调动一兵一卒。若京城有变，你可视情况，接应我们出来。末将领命。你留在营中，更安全。我跟你进去，我是长公主，进宫名正言顺。况且有些事儿我在你身边更方便。好，那早点休息。明天进京。走了这么远，好像一场梦。可手里的刀是真的，心里的疼是真的，肩上的担子也是真的。明天又要走进另一个漩涡。林晨，你到底是谁？是那个想回家的产品经理，还是大晋的镇北王？林晨，不管是谁，路都得走下去。王爷、公主，请，陛下在宫中等候。看，是镇北王骂退北林10万大军的那个，旁边是长公主吧？真和传闻一样，貌若天仙。他们怎么带这么点兵就进城了？不怕三皇子？京城的气氛比想象的更紧张。
山雨欲来。王爷，直接去皇宫，路上不要停留，不要与任何人交谈。老奴参见王爷，参见公主。陛下在御书房等候，请随老奴来。这几位君爷，请在偏殿用茶休息。这就是权力的中心，每一步都踩着无数人的野心和尸骨。赵虎，你一辈子也没进过这种地方吧？还是雁门关好，天高地阔。臣临臣参见陛下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吧，赐座。凌晨，你瘦了，边关风大，辛苦。为陛下守边，是臣的本分。本分。如今还记得本分二字的人不多了。老三的事你也清楚，他现在缩在洛阳暗中活动，朕派了几拨人去清剿，效果都不大。他在朝中在军中还有不少暗桩。陛下需要臣做什么？朕需要你留在京城一段时间。你不用做别的，就在京城住着。你的镇北王旗号，你的不败威名，就是对老三最大的震慑。他若知道你站在朕这边，还就在京城，他那些暗桩就不敢轻举妄动。陛下，臣是边将，久留京城，恐惹非议。北陵刚和你签了合约，短期无忧。至于非议，朕还没死，这天下还是朕说了算。林晨，朕知道你不想掺和这些，但此事关乎大晋国本，就算是为了晚晴，为了边关的太平，你也帮朕这一次。就当是在京城替朕看住老三。臣遵旨。好，你们一路劳顿，先休息。朕已命人收拾了驿馆，你们暂且住下。需要什么，跟陈英说。谢陛下。王爷、公主，这院子一直有人打扫，被褥都是新换的。您二位看看还缺什么，尽管吩咐。有劳了。是。这驿馆离皇城不远不近，倒是清静。清静是清静，就是像座精致的笼子。王爷、公主，岗哨已经布置好了，都是末将仔细挑选的可靠之人。另外，陛下交代，王爷在京城期间一应用度由宫中支取，这是出入宫门的对牌。陛下让我留在京城看，具体怎么看？我需要知道三皇子在京城到底有哪些暗桩，陛下又希望我做到什么程度？陛下只说让王爷静观其变。三皇子的暗桩，陛下和末将也在查，目前只知道京城的城防有几个关键位置的守将最近被换掉了，换上去的人来历有些可疑。城防，这可是要害。是，但陛下说暂时不要打草惊蛇，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。您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。我就是个摆在明处的幌子，真的刀还在陛下手里握着。王爷可以这么理解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有劳臣父统领。是。陛下这是把你当饵，也是当盾，既要调出三皇子的暗桩，又要用你挡可能射向他的暗箭。君要臣当饵，臣不得不当，只是这饵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得打起12分精神。明天，我打算去拜访几位在京中的旧交，都是些女眷，不涉朝政，但消息或许灵通。也好，小心些，别说太多。我嘛，就在这院子里打打拳，看看书，喝喝茶，做个闲散王爷。那倒是符合你纨绔的名声。凌晨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踏实，我也是。
但既然来了，就走一步看一步，就像在雁门关、在黑风岭、在战场上一样，见招拆招。见招拆招。睡觉吧，明天还得演戏呢。外面有什么动静？回王爷，安静的很。从昨晚到现在，连只野猫都没跳进来。就是驿馆门口对面巷子口多了个卖炊饼的摊子，生面孔。记下来，不用管他。是。静观其变，便从何来？三皇子知道我来了京城，还被陛下晾在驿馆，他会怎么想？是觉得我被陛下冷落，有机可乘，还是觉得这是陛下的陷阱，按兵不动？我得做点什么，让这潭水动起来。公主今日怎么有空出来走走？可是在驿馆闷得慌。是啊，夫君整日待在驿馆，无所事事。我出来透透气，也顺道看看几位旧友。王爷这次进京，原以为是来秦王立功的，谁知陛下就这么让王爷在驿馆闲着，连个召见都没有。朝中都有些议论呢。雷霆雨露俱是君恩，夫君他倒也乐得清闲。王爷是心胸开阔，只是这京城不比边关，清闲未必是福啊。公主和王爷还需多加小心。多谢夫人提点。我走了3家，2家态度含糊，只需旧情，只有李国公夫人隐晦地提醒我们小心。看来陛下把你晾着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各方都在观望。观望就好，就怕他们不观望。我让你放出去的消息放了吗？放了，很自然地带了几句，估计明天该知道的人都会知道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等着看看哪些鱼会先冒泡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等鱼冒泡了，自然有捞鱼的法子。在这之前，我们继续闲着。明天我让陈英送些京城的贤书棋谱过来，咱们好好学学怎么做一对富贵闲人。好，我陪你下棋。回来了。京城里关于我被陛下冷落的消息传得怎么样了？雁门关旧部快马加鞭送来的东西，我帮你签收了。是赵虎的母亲赵大娘亲手缝的，她特意托一族将这双护膝送来京城。大娘说，王爷在京城步步惊心，皇城的青石板硬，路难走，多护着点膝盖。她还说，她不求别的，只盼王爷能平平安安的做个好主公。王爷，您中箭了没有？王爷，没事就好。赵大娘信我，赵虎信我。好，这京城的浑水我趟定了。三皇子那边的鱼既然躲在水底不出来，我们就把这潭水彻底搅翻。公主今日气色不错，可是驿馆住的还习惯？习惯是习惯，就是太清静了些。王爷立了那么大功，就这么晾着？陛下自有深意吧，我们做臣子的听着便是。听说王爷连陛下的面都没见着几回。夫君是外臣，陛下日理万机，不见也是常理。只是他心里难免有些失落，我瞧着也难受。镇北王进京这么多天了，陛下一次都没召见。何止没召见，连个差事都没给。北林打完了，王爷没用了。嘘，小声点，不要脑袋了。王爷，消息放出去了，效果比预想的快。怎么说？这2天，城北和城东的几处守将府邸出入的生面孔多了，还有几个平时不太走动的大臣也开始互相宴请。三皇子在京城的人坐不住了。名单有吗？有，
末将都记下了。另外，驿馆外面盯梢的也多了2拨人，一拨像是宫里的，另一拨来路不明，很警觉。很好，让他们继续盯，你也继续查，记住，只盯不动。我要知道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，手里有多少人。不过王爷，这么一来，您和公主在驿馆就更显眼了。万一他们狗急跳墙，我要的就是他们跳出来才好收拾，加强驿馆戒备，尤其是公主那边。末将明白。鱼开始冒泡了。赵虎，你看，我这主公也开始学着下棋了，只是这棋盘有点大，棋子是活生生的人，这一步我不能走错。交给镇北王。进来。王爷，刚有人塞给小的这个，说是交给您。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这信谁送来的？三皇子身边的人反水了，还是陛下在钓鱼？不管是谁，信息本身看起来是真的，至少和我们之前查到的以及陈英回报的能对上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按信上说的去查。查，但不能用我们的人，也不能用陈颖的人。送信的人可能就在暗处看着。那用谁？末将陈莹参见王爷。王爷，这信别管来源，你的人能不动声色盯住这几个地方？能。你手头有多少绝对信得过，不会被人认出来是禁军的人？大约200，都是跟了末将多年的老部下，散在京城各处，身份掩护得很好。好，把这200人全部调动起来，分散到信上说的这几个位置，还有那2处城门附近，每天换人，不许暴露，指定记录出入人员、运送的东西。末将领命，这就去安排。你觉得这送信的人图什么？要么是看三皇子大势已去，给自己找后路；要么是有人想把水搅得更浑，逼我们和三皇子提前冲突。不管哪种，对我们目前来说都是机会。机会也是风险。在京城没有没风险的路，走吧，咱们继续看书喝茶。王爷，有进展了。那3处据点确实有问题，其中2处是货站，但进出运送的货物车轮印很深，用布盖得严严实实，看形状和搬运的动静，不像是普通货物。像什么？像兵器甲胄或者金银。第3处是个赌坊，但后门经常有生面孔的5人打扮者出入，行动很有规矩，不像寻常赌徒或打手。城防那边呢？城北和东门的守将确实被换掉了，新上任的2人履历往上查3代都有问题，要么是凭空冒出来的，要么是顶了别人的名，而且他们上任后对原本的哨位安排和巡逻路线做了不少改动。这是要控制城门，为里应外合做准备。那几个大臣呢？都和三皇子有过或明或暗的联系，其中一位昨天还偷偷出城去了趟西郊的皇家别院附近，那里据说有三皇子的眼线。把这些情况写成密报，通过你的渠道送给陛下。直接给陛下？不，我们自己做点什么？现在做什么都打草惊蛇，先把球踢给陛下，看他怎么接。我们也需要知道陛下到底掌握了多少，又想让我们做到哪一步。明白了，末将这就去写。陛下，我的饵撒下去了，鱼也看到了，现在该你这个钓鱼的人晾晾你的鱼竿和线了，别让我等太久。景渊，你召集我们几个老家伙来，到底所为何事？如今京城局势未明，你不在陛下跟前分忧，反倒躲在洛阳。叔公，父皇如今眼里只有他那点猜忌，何须我分忧？他防我，
如同防贼。三殿下，话不能这么说。陛下毕竟是君父，你私自离京拥兵，这终究是授人以柄。授人以柄，我若不拥兵，现在还能坐在这里听你们说这些风凉话吗？太子哥哥死了，二哥早夭，论嫡论长论才，那个位子本该是谁的？就算如此，你也不该起兵，这是大逆不道。我要去京城向陛下陈情。叔父，你要去告发我？是又如何？我不能眼看你毁了萧家江山。好，你们都是忠臣，都是皇族的栋梁，只有我萧景渊是乱臣贼子。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，那就请几位叔伯长辈在府中静养些日子吧。带下去。萧景渊，你敢软禁皇族宗亲？我要见陛下！我要见这个皇父！父皇，你当年夸我有勇谋，说我最像你，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信我，不肯给我一个机会？那个位子，我比谁都适合。你为什么就是看不到？殿下，那几位宗亲在别院关押，但仍有躁动，私下串联，恐生变故。处理干净，做成意外。是，那京城那边，凌晨到京城了，被老头子晾在驿馆，这是机会，也是威胁。凌晨此人不能为我所用，就必须尽早除去。殿下，凌晨在雁门关的威名，我知道。但他现在在京城，世龙也得盘着。我们的人渗透的如何了？城防关键位置已拿下3处，朝中也有几位大人愿意暗中行助。只是陛下似乎有所察觉，加强了宫禁和经营的管控。那就让他察觉得更清楚些，派人在京城散布谣言，就说皇帝病重，时日无多。再说凌晨带兵进京，名为秦王，实为逼宫。这谣言一起，京城必乱。乱才好。等京城人心惶惶，我们控制的城门一关，里应外合，大事可成。那凌晨那边，先别动他，看看风向。如果谣言能让他和老头子互相猜忌，甚至冲突起来，最好；如果不能，等我控制了京城，再收拾他不迟。父皇，你别怪我，这个位子你不给，我就自己拿。谁挡我的路，我就让谁消失。这是谋逆，是大逆不道！我要去京城向陛下陈情，我要见这个皇父！我没有，我不是罪人，是逼我的，是父皇逼我的。听说了吗？陛下已经半个月没上朝了，这怕是何止啊！我还听说，镇北王带兵进京，根本不是为了秦王，是要……别急，都别急！战争了，赶紧给我们换点粮食。陈副统领，让你查的谣言源头有眉目了？有了，源头很分散，但最后都指向三皇子在京城的那几处据点，尤其是那个赌坊，是散播谣言最厉害的地方。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做点什么，不然京城真会大乱。陈莹，你带人去那几家被抢购的米铺、钱庄，找他们掌柜亮明身份，让他们稳住，不许哄抬物价。就说是我的意思。是。停车。我们步行回去，看看，也听听。
王爷，老伯不用跪，菜没坏，捡起来还能卖。王爷，京城是不是要出大事了？听说北边又打起来了，还是陛下他……北岭没有打过来，本王刚从雁洞关回来，和北陵王签了合约，户市也开了，边关安稳得很。那陛下，陛下安好。至于本王为何进京，是奉旨前来，有些宵小之辈散布谣言，意图扰乱京城，祸乱人心。大家不要听，不要信，该过日子过日子。就像这菜，该卖的卖，该买就买。京城是大靖的京城，乱不了。我凌晨还在这儿站着。王爷说的对，王爷在雁门关能骂退10万大军，在京城也能镇住那些宵小。咱们大伙别慌了，该干嘛干嘛。什么菜呀？是的。明星上涨，当前明星值31万。明星又涨了，我现在做的这些，竟然真的有人记着、信着。赵虎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这个主公，好像真的开始在做主公该做的事了，虽然是被逼的。31万了，离50万那条回不去的线越来越近。可我现在好像没那么迫切的想回去了。这里的事，这里的人，赵虎的命，婉晴的信任，边关将士的期待，还有刚才街上那些百姓的眼神，他们像一根根绳子，把我绑在这里，越绑越紧。凌晨啊，凌晨，你一个一心想死的穿越客，怎么就走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操心起天下安危、百姓生计来了，真是造化弄人。王爷，臣副统领求见。进。王爷，刚收到宫里的消息，陛下要见你，立刻。哦，终于坐不住了，因为谣言。恐怕不止，我们按兵不动，三皇子的人却动作频频，陛下那边压力应该也不小。这次召见，恐怕是要摊牌，或者布置下一步了。走吧，是福是祸，总得去见见。凌晨，京城的谣言，你听说了？是，陛下。臣已尽力安抚，但源头不除，恐难根治。根源在洛阳，在朕那个好儿子心里。他等不及了，想用这种下作手段逼朕退位，或者逼朕死。陛下息怒，三皇子虽有小动作，但京城仍在陛下掌控之中。掌控？朕连京城的城防都不敢说完全掌控了。你报上来的那些，朕看了。老三的手伸得比朕想的还长，宫里有他的人，经营有他的人，连城防都有他的人。凌晨，朕不跟你绕弯子了。老三快要动手了，他等不到朕自然老死。这次谣言就是前奏，接下来可能就是宫变，是兵变。陛下需要臣做什么？你在京城再多留3天，就3天，不要问为什么，就留在驿馆，但做好准备。一旦宫里出事，火光为号，或是有朕的亲笔手谕传出，你要立刻带兵进宫救驾。臣遵旨。好，你救了雁门关，救了边关百姓，这次救救朕，救救这大靖的江山，朕信你。3天，最后通牒吗？陛下，你把宝压在我身上。可我这颗棋子，现在想的不只是你的江山了。3天，宫变，父皇他是预感到了什么？不是预感，是肯定。三皇子在京城布局这么久，不会只满足于散播谣言，他要么不动，要动就一定是雷霆万钧，直指中枢。陛下让我做后手，是让我在最后关头用武力破局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硬攻皇宫，那会造成多大伤亡？而且万一三皇子挟持父皇，所以
不能硬攻，需要一种能震慑叛军，又不会逼他们立刻伤害陛下的手段。还记得这个吗？火药不是炸自己，是救人，是震慑。火药爆炸的巨响和威力，能在短时间内让叛军陷入混乱和恐惧。趁乱，我们才有机会救出陛下，控制局面。你现在做这个，和当初在黑风岭做的时候，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吧？那时候是想用它结束一切，现在是想用它保住一些东西。赵虎，你看到没？你当初拼死拦着不让我碰的东西，现在我要用它去救人了。你说这算不算一种轮回？王爷，这是末将根据旧部和宫中内线提供的信息，连夜赶制的，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但大差不差。这里是必经之路，也是最可能设伏的地方。如果三皇子动手，一定会控制这里。有没有可能从小路绕进去？比如御花园的角门，或者冷宫那边的废道？有，但小路要么年久失修，要么狭窄难行，大队人马无法通过。小股精锐或许可以，但风险更大。我们就走主路，用火药开路，第一声爆炸，震慑叛军，制造混乱，趁乱快速突进，直奔寝宫。陈莹，你带一队人，在我们制造混乱的同时，尝试从侧翼小路穿插，目标也是寝宫，做第二重保险。是。那我呢？你留在驿馆，这里相对安全。万一我们失败，你立刻和刘老将军会合，带兵退出京城，回雁门关，守住北境，就是守住根本。不，我要跟你一起进宫。我对宫里的路比你们熟，而且我是长公主，关键时刻我的身份或许有用。好，但你必须在队伍中间，紧跟陈莹的人，保护好自己。我知道。想起你当初一心求死的样子，再看看现在，你真的完全不一样了。是啊，不一样了。那时候做这个是为了炸死自己，回家。现在做这个是为了救人，为了保护我想保护的人，保护这个不知不觉成了家的地方。这里的人，这里的事，已经成了我的牵挂。我回不去了，也不想回去了。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永远都是。王爷，宫里消息确认了，三皇子的人在1个时辰前，趁陛下夜半出宫前往太庙祈风途中，控制了宫门，切断了内外联系。陛下已被挟持在寝宫。走，按计划东侧门。这边通往内廷最近，但有几处拐角可能有岗哨。末将开路。里头还没信儿，这大半夜的，冻死个人。少废话，看好这儿。听说那位镇北王还在京城呢，小心点儿。什么声音？都打起精神！殿下有令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去。硬冲不过去，距离太远，等我们冲到门口，里面的人早被惊动了。用火药。这个甬道窄长，爆炸声和冲击波来回反射，效果最好。所有人靠墙，捂住耳朵，张嘴。
躲开！哦！站住！林晨，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了他！萧景渊，放下剑，你外面的人已经完了，宫门外的禁军正在肃清残余，你逃不掉。我为什么要逃？林晨，你以为我在乎逃不逃得掉吗？我走到今天就没想过回头，这个位子本该是我的。从小到大，我文韬武略，哪点不如那个早死的废物太子？哪点不如这个老糊涂？可他眼里从来没有我，只有猜忌，只有打压。你闭嘴，老东西！你给过我机会吗？你宁可相信外人，相信这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林晨，你也不信我。你把我逼到洛阳，把我逼成今天这样，都是你逼的。萧景渊，你现在放下剑，我以镇北王的名义担保，留你一条命，送去皇陵守灵，了此残生。林晨，我输了，我承认我输了，但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这个老东西，还有你，你们谁都别想赢！景渊，朕当年立你大哥为太子时，你9岁，你问朕为何选他不选你？朕说，太子之位不是你大哥一个人的，是大靖的。谁觉得自己担得起，就得拿本事出来，不是拿刀。庸碌无能，他担得起，我担不起。他没杀过一个人，你不一样。没杀过一个人，你不一样，你不一样。你杀过一个人，你杀过一个人。你们敢伤萧景渊，朕乃天子！陛下，父皇，父皇，您撑住！玉叶，快传玉叶！陛下，陛下呀！林晨，朕知道你会来。从你抗旨那天，朕就知道你是真的比朕受过守好。控制所有宫门，严禁任何人出入，清点叛军，反抗者格杀勿乱。还有，立刻通知所有在京3品以上官员皇族宗亲，1个时辰后，太和殿紧急朝会。末将领命。
没气儿了，死了。按我刚才说的办。另外，派人守住这里，等宗政府和礼部的人来处理。是。城主，现在还不能逃。相爷，都算清楚了。直系的太子早逝，二皇子早毙，三皇子刚刚也去了，其余皇子早年间夭折的夭折，前2年被三皇子清洗的清洗，眼下直系血脉的成年男丁一个不剩。诸位大人明鉴，自三皇子叛变以来，对皇族宗亲多有清洗，我等远知成年男丁或死或废，侥幸留存者亦多庸落，或年幼无知，或久病缠身，于朝政一无所知，于军国大事更是一窍不通。且经此大难，心有余悸，实无人敢担，亦无人能担此社稷重任。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如今大行皇帝驾崩，逆王伏诛，皇族中唯一在世且身份最正、血统最尊的直系血脉，唯有先帝嫡长女长公主苏婉晴殿下。臣斗胆提议，请长公主殿下顺应天命，继承大统，登基为帝，以安社稷，以定民心。臣附议长公主殿下贤德兼备，临危不惧。雁门关有辅佐镇北王守土之功，于国于民皆有大功，当成大统。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，臣附议。诸位大人，请起。父皇骤然大行，皇帝亦追随而去，国遭大难，人心惶惶。婉晴一介女流，德薄才浅，本不敢当此重任。然诸位既以江山社稷相托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婉晴责无旁贷。殿下深明大义，乃万民之福。只是伯赖长君亦须强辅，镇北王临臣于国有擎天宝柱之功，于君有赫赫威名，于民有守土安邦之德。老臣都但恳请登基之后，就临臣摄政王之职，辅佐朝政，共安天下。臣等附议，请王爷摄政。臣临臣，蒙陛下信重，得诸位大人推举，更得殿下信任。此值国难之际，臣愿竭尽奴钝，辅佐殿下扩清寰宇，安定社稷，虽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既如此，便有劳诸位速速准备登基大典，一应一致，从简从快，国事纷乱，亟待梳理。婉晴，有件事我瞒了你很久，现在必须告诉你。我不是这里的人，不是大境的人，甚至不是这个世间的人。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一个和这里完全不同的地方。那里没有皇帝，
没有王爷，人们用铁盒子在地上跑，用铁鸟在天上飞。这个需求我们评估过，下个版本一定上。相隔千里也能瞬间通话，直到我绑定了系统，所以被迫来到这里。如果民心达到50万，我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一开始我做的所有事，上城楼骂阵，抗旨扩军，在黑风岭带着火药冲进山贼队里，都是为了寻死，为了回家。赵虎就是那时候死的，他为了救我被石头压住，他死的时候说：“王爷，为师就好。”可我那时候满脑子想的还是怎么去死。从他死的那天起，很多东西就变了。我看到你带兵出去烧粮草，生死未卜；我看到边关的百姓眼巴巴看着我；我看到跟着我的将士们，我忽然发现，我回不去了。不是系统不让我回去，是这里有我必须承担的责任，有我无法放下的人。后来，民心一点点涨，直到现在，系统告诉我，就在不久前，民心已经突破了50万。那个回家的选项永远消失了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跟着您，有仗打能打赢，死了家里有人管，这就够了，别太为难自己。我们信你，你也得信你自己。这里的人，这里的事，已经成了我的牵挂。我回不去了，也不想回去了。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永远都是。明星值已达50万。现在你都知道了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是个异乡人，孤魂野鬼。我最初来到你身边，目的不纯，甚至可能因此害死了赵虎。这样的我，你还……林晨，我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曾经想做什么，我只知道，现在的你，是那个在雁门关独退10万大军的镇北王，是那个为我大晋安定边关、开设护市的功臣，是那个在京城危难时挺身而出、平定叛乱的摄政王，是我的夫君。这里是你的家，我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，你哪里也不用去。走不了了。不走了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承继大统，镇北王林晨匡扶社稷，平定内乱，有定鼎之功。即日起，晋封摄政王，与朕共治天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婉晴，检测到宿主成功辅佐千古一帝，大晋国运鼎盛，触发系统隐藏彩蛋。系统现为您提供最后一次无条件返回现代的机会。回归后，宿主不仅可拿回原有的财产，系统还将立即发放2亿元人民币现金奖励，请在10秒内做出选择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摄政王千岁千岁千千岁！林晨，随朕同受万民朝拜。